身高不算高，穿黑色的紧身裙，还有黑色的长靴，头发是卷的，不知道是天生卷呢还是烫的，反正就是黑色的，啊。你们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盒子里面放什么，肯定是以为里面放钱呢，啊。我们在同一个车卡里，他肯定是一上来就盯上我了。各位旅客，列车已经到达终点站历城站。下车后，请在安全线内行走。出站时应有地下通道出站。需要中转换乘的旅客，请您到售票厅办理换乘手续。需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小心點啦！沒事吧？搞錯啊！真係不好意思。喂，不好意思，有贼！前面那人偷了东西。这箱子里面其实是放的是眼角膜，将要被移植的眼角膜啊，只能放1个星期到10天，找不回来就完了。就废了，完了，完了，东西是在火车上丢的，哈，是贼从你身边把东西给拿走了，是吗？是啊。你昨报案在哪儿啊？酒店吧？这个重要吗？东西就是被偷了。我问你，东西到底是在哪儿丢的？火车上还是酒店里？我就跟你说这个不重要，你知道吗？我那个女生长什么样子，我就跟你说啦。完了以后我们在同一个车卡啦，你还要问什么呢？我还有手术要做，那个病人不做会死啊！哎，不是，你别急，你别急，咱现在不是要找眼角膜吗？那洗那没有办法，先把这事解决了呀，爹。你确定你在火车上能看清楚那女的是吗？有什么关系呢？你在车上上过厕所吗？当然没有啦，那么脏还要蹲。蹲不是很靠近自然吗？假设你上过厕所，经过它，亦或是没经过，你才有可能会近距离的观察它。隔着1、2、3、4排座位，我是看不清楚，而你却能清楚看到他穿的是什么鞋。你厉害呀！你想说什么？我想说什么？就是你的信息不对位。你说你在车上一直在看书，你也没注意他，然后你把这女的这个所有的细节都形容得这么清楚。你说她下车了以后，你还追她，我都去问过了。乘务员、出站口的检票员，没见着过像你穿的这么讲究的小猎装在奔跑过。你是不是有什么事隐瞒了我们？眼角膜的移植对象是历城商会的会长，他等这对眼角膜等了整整5年不及，你们不能发那个通缉令吗？哎，怎么办案不用你教我们啊，这眼角膜给谁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得找着他啊！你要不说实话，这眼角膜烂了咱也找不着。大家都是成年人啊，就那些事儿，我们对你的隐私也没有兴趣。但是为了办案，你得跟我们说实话，说吧。新人丢。什么丢？仙人跳。哎呀，新人丢，这是他挖的坑啊！圈套，这肯定是设计好的。以前就听说火车上就有这么干的，提前挖好坑，等你跳。你们不知道嗎？最緊要你中意啦，好睇冇用噶，最緊要好使啊嘛。泰哥唔得噶喎 ，movable 啊嘛。All the chicks in Legion they're different. It takes courage for you to explore. Come on, just go to the bar.
You just sit there. They'll come to you like flies to candy. Yeah. Next time when you come here, I'm gonna make you king. 趕住返醫院，唔同你講住。Yes. Something on my face. 即将到达绿城站，请各位旅客你的声音很耳熟。您的行李物品，安全有什么序下车。The next station is 历城 Railway Station. Please take your belongings and get off safely and orderly. Hello， 哎，其實我也覺得你很眼熟啊，我哋見過。唔知咧。你怎麼看都不像本地人，是學生啦。我又猜錯。唉，其實啊，我也沒來歷城幾次，但是啊，人生路不熟嘛，每次出站啊，我都走錯路，一個朋友都沒有，真的是。今天啊，見到你，不知道可不可以？要給我電話號碼？可以嗎？你有煙嗎？我要火。哎，我。所以眼角膜的保存时间是有限的，我能等，但是病人不能等啊！说完了哈，没有瞒着了吧？现在我不想找到眼角膜吗？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面了，你们还不信我吗？你怎么样？好多了，就是还有点恶心。问你这案子现在怎么想？是这样啊，我觉得大夫着急，病人着急，但是贼更着急，因为这眼角膜它不是金条，没法变现。想要变现，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还得再回来找大夫。那什么意思啊？麻烦你配合我们一下，螳螂捕蝉，你在明，我们在暗，才能把东西找回来。这个不合适。我跟你说啊，这个就是配合。这就是利用我，因为我很忙，我手术是一台接一台的，啊，
还有这个事情你们不能往外说，要是你往外说了以后，我医院我就进不去了，哈，辛苦你们了。有消息就马上通知我，我要回医院。不是你搞个男女关系，怎么就进不了医院了呢？啊？您干嘛？您干嘛？我尿尿啊！55、36、110这3组数字你要记清楚。好。量服用可出现精神错乱、激动和注意力障碍，通常不会有意识丧失。较常见的不良反应是过性的幻觉，尤其是年纪大的人。鹏哥，你别不当回事儿，就是要严格用量，按时用药。昨天我还查例子，查到一例肝病患者，就是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就出现了精神错乱。小本本上还记了什么信息啊？55361110，啥意思到底？身高5英尺5英寸，体重110磅，36D。这不用我解释吧？偷眼角膜的女人，一个有强迫症的女人。你觉得这女的什么来路？火车上的罐头。去碰碰运去。去哪碰？不知道。眼角膜，不是保鲜膜，那玩意儿有保质期的。都打起精神来啊！崔局的意思，没有假期，10天之内把这东西给找回来。目前是那大夫也不配合，没什么线索，没人买，也没人卖。我觉得那天大鹏说的有点道理，就是如果我觉得我要是贼的话，我大概率有可能也会翻回去再找他。是不是这个理儿？所以这人得有他盯着的。你们谁去？哎喂 ，Holy moly！ 哦，没事没事，我没事。哎，怎么会在这里啊？很抱歉，我没时间配合你们啊。不是，不用配合。你听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这眼角膜啊，他们拿走了以后也没有用，他也销售不出去，他也不会安装，到最后他还得联系你，无论是打电话还是见面，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只要接他们的电话或者跟他们见面，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哎呀，很抱歉啊，我明天就要打道回府了。你明天不回去？你1个月来一回，一回待1周，已经坚持4年了。我们调查过，是这样。你要是不接电话呢，这电话就可能打到你任职医院去了。你明白我意思吗？我来这里坚持，我也是有交税的。东西丢了，你们去找是你们的责任，是你们的工作，我算什么啊？现在卧底啊！你们是香港警匪片看多了是吧？我告诉你们，别强迫我，别骚扰我，别再跟着我。Understand? Understand. Good.
Good。列车已经到达终点站绿城站。下车后，请在安全线内行走。出站时经由地下通道出站。需要中转换乘的旅客，请您到售票厅办理换乘手续。需要提取行李包裹。这服装城几点开门？还是以前那点儿。中。别看你的表了，看路，看好东西。恭喜發財！喂，我们刚出站，啊，我不变啊，还是上次我说的，啊，我要最新款，你上个星期的款式我都不带看的，价格嘛就是咱俩短信商量的，对，哎呀，我要好的我就去那个13行了，我来你这里，你就把所有的都给我摆上来，我都看一看，把我的，对。很快就到了，啊。城管来了！城管来了！什么？城管来了！随便看看啊。啊，中。
王这么早过来了，来了。哎呦，你看做的准备好了。哎呦，这不正好吗？全都给你清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账我都给你算好了，你看。哎呀，抹个零嘛，又喊我抹零，这么多年了，我每次给都跪你啊！而且我这个质量，别的条进不到这个货的。哦，行，说说吧。你们看我干嘛？不是，我等您看完以后我再说。什么您的，赶紧说，丢那么多现金呢？他吧是这样，就是这俩人呢，从北方过来到南方来打货，回去以后再分发，每次都拿着现金，他是有规律的。为什么让李唐把这个表给画出来啊？一个是他喜欢收集数据，再一个咱能看得很清楚。你看，从99年到04年，他们每年来的日期都差不多，然后这个车次几乎一致。这你贼他要惦记上了，那规律让人摸出来了，这就很难跑了。这俩人呢，这胖呢其实是打下手的，瘦的那个是老板。这俩人因为长期啊拿着现金有规律的交易，所以他们这个反盗窃意识非常强。就这种情况下还让贼给偷了，这说明什么呢？诸位，就这伙贼啊，他们真是挺贼的。是啊，不是这不好弄这个。讲完了啊？你这说了半天，这还是得大海捞针。得捞啊！走你们的，就当我们是空气。早上起来怎么走的，还怎么走。鹏哥，我刚刚思维发散了一下，你说这伙贼知道他们的进货规律，那有没有可能是从郑州跟过来的？没法确定啊。我在干嘛？办案啊。我在思考。然后呢？别打扰我。就这么跟着，中不中啊？就这就破案了？哎，早上起来你们是这么走的吗？早上就这么走的。服装城就在前面，直线最近，拐着一下什么意思呢？城管，抄摊的。来，我请大家喝个凉茶。来杯凉茶。哎，老板，来杯凉茶。多少钱一杯？3块钱一杯。您来几杯？甜吗？肯定甜呐，不甜不要钱。甜我不行，我这个血糖还有有点糖尿病，就是，老板，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啊，这个白天，大哥，好好站着，我这是做生意。自卑谢谢啊。哎，都一大早来吗？那天没亮就得来。我跟你说啊，要是来晚了，就得挤后面去。啊，一杯都卖不出去。要是碰到城管呢，我这小车啊都给搭进去。哎，得了，那一般城管都是几点钟？他们啊，这是老板，想几点来就几点来。这个你得问他们去。也有人瞎喊，今早有人乱叫啊，我鞋都跑丢了，城管也没来。就今天早晨有人乱叫吗？就今天，叫的人您看见了吗？没看见。男的还是女的？听那声啊，肯定是女的。哎，声音是听的是女的。小心点啊！就这消防栓，摔这儿弄我一身水。
先看看啊。中。来，看住了就给总结总结。从贾城管，再到花盆，再到消防栓，再到这个服装店，巧合太多那就不叫巧合了。团伙作案贼有脑子，对不对？全对。辛苦二位，今天收工了。那我的钱？再说。阿兰这个人是有点冒失，那怎么说呢？我总觉得他喜欢那种危险的快感。反正利害关系都跟他说了，再有下次就不只是说说了。今天在公共汽车站，他喊的时机也不对，应该那2个人一出现他就喊，应该更早。城管来了！城管来了！一定带到。还有什么别的吗？我就不多说了，已经够烦我的了。良药苦口嘛，要是这点轻重都拎不清，那他们干脆不要干了。谢了。丢失的全部都是公款，公款啊！我们乡全年的对外考察经费呀，可都在这里啊。我们呀是人生地不熟，你这第一次来这地方，那肯定找着安全系数高点地方住啊。
啊？贵就贵点呗。半夜几点？就突然就停电了。那楼道里啊，哎呀，这楼道里老黑了，啥也看不见。这刘主任还差点摔个大碗趴啊！哎呀。那就是在发现这个丢钱之前啊，有没有过任何人除二位之外，就是那个进过你们房间？那个是谁？服务员。报警以后，那个前台服务员来过。哦，那隔壁房间的客人什么的，最近有跟你们主动搭讪的这种？哎呀，那咋那么磨叽的？我能先上个茅房吗？你们这有吗？出门右拐走到房。哎呦，快点！小院里啊。这。您呢？隔壁就没人啊，空着。那您就没发现其他的就是有一些陌生的人，然后特别奇怪吗？就比如说啊，其他的客人啊，酒店工作人员什么的，他们会对你特别的观察、留意，有这种？应该没有吧？什么原因停的电？听说是事故。什么事故？交通事故，说是一辆卡车把那个电线杆给撞歪了，电线扯断了。这是前台服务员说的。卡车司机能联系上？你要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去联系。哎，那麻烦您了。你们多问问，等我回来。太快了，根本来不及反应。这条路我每天都在走，按时按点给火车站餐厅送菜，太熟悉不过了。谁知道昨天晚上这么倒霉，就撞在电线杆上了。那摩托车就是从那边开过来的。这确实是车撞的，冯哥，你觉得呢？谁也没说是人撞的，井盖让人给掀了。哎，正巧那边又有个远光灯，然后撞到这铺电线杆子上，有点巧啊，是不是？设计痕迹有点重，是不是？是啊。那怎么办呢？查呗。怎么样？肯定有人从上面跳下去过，大概率上。我再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哈，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停电了，你害怕，黑，所以看不见手表，不知道时间，于是想问问服务员是怎么回事，可服务员没接电话。
于是你让刘主任下楼打探，一问究竟。可刘主任下去以后迟迟未回，你害怕了，于是亲自下楼一问究竟。走廊黑，把脚崴了，是这么回事吗？是这个意思。你们还要多长时间？快，崴了哪只脚？这个咱们还得相互尊重一下。你把脚拿下。我觉得这事儿啊，你得找酒店赔钱，啊，这是他们全责。不是你们呀，就是把这个钱给我找回来就好。我这是公款啊，你们有意思吗？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好人咱不能这么当。我也是从北方来的，咱们都是北方人，不能在外地受了欺负，该赔他就得赔。李唐，你去通知酒店老板，让他索赔，然后再叫上一大堆记者，啊，我怕他赖账，好吧？把事情搞大。不是你们就抓小偷就好了，你整那么大阵仗干啥呀？我讲没事啊。不是这个事儿，他得是有来有往。不用，真的。那个刘主任，你再跟同志们再把这个流程啊，你再重新过一遍。我觉得他们好像还不太清楚。我这还得去趟茅房啊！不行，真的今天有点，哎呀，我也憋了半天了。你那脚不是崴的吧？崴不到屁股蛋子呀。我呢，去酒店那边勘察过。古乡长，是这样啊，咱们时间都有限，如果你不跟我说实话，这案子咱们就办得没完没了了。啊？我就是一个小警察，办案第一位，我对你的隐私毫无兴趣。但是，咱不是想快点把案子办了？你放心啊，今天关于你个人隐私的问题，咱俩聊完就烂在这屋里了。案子办完，咱们老死不相往来。现在，你把实话说出来吧。南方人不靠谱。我被仙人跳了。丢了多少钱啊？没有钱，是古董。什么古董？小马驹儿，汉代的。你说乡长的同事在外面办事的时候，他自己给小卡片打了电话，结果过来的是仙人跳，是那种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小卡片吗？而且你还说那个乡长丢的不是现金，是古董，这为什么骚啊？他是不是送礼来的？幼稚。一个人
男人，每天干着循规蹈矩的事情，突然来到了南方这么个城市。晚上，他想干嘛呀？啊。快餐还是？快餐多少钱？哎，怎么停电了？停电了！我有这个。哎呀，这比卡片好看。又是纹身女是不是？先听听施主怎么说。来，走。喝酒了？啊，喝了点，这不耽误事儿。去洗个澡吧。我早晨洗完了。开门！谁呀？公安查房，开门。哎呀，这是二楼啊！这腿脚，这走路的速度，足够让贼把东西偷走，再大摇大摆的离开了。现在啊，你是贼，我是那老乡。在我从这儿跳下去回来之前，你要想办法找到一个除大门之外的其他出口，带着古董，尽快离开。明白我意思吗？没听懂。哪儿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直接从大门口出去？停电没人看得到啊。你的大门口，万一让人撞见了，手里还抱着古董，那不是人赃俱获吗？准备好了吗？没准备好，我还得找个东西假装那小铜马呢。准备，好。
警察办案，有人吗？我进来了。没人吧？在停电以前，最多不超过10分钟，有一个女的从大门口进来，也不说话，直接上2楼，头发挺长，带点卷，身高1.65米左右。回忆一下，记得不？有。她穿什么颜色衣服？好像是红的，是红的，是红的。那你们旅客这么多，你为啥对她印象深呢？哦，因为他下午就来过一次，他说去2楼看看标间，看了看不满意又走了。看这儿。老朋友。请慢用些。医生说雨天路滑，最近崴脚的多，保重。哎呀，要是有一天满街都是摄像头就好了，咱们也都方便了，一步一个定格。只有你，这要出现第2回了。第1回是一个下午，他绕过那卖茶叶蛋的老太太，往丽宫酒店那边去了，时间对得上，踩点销商都是他。这屋就咱仨人，你喊什么？我激动啊！你激动什么？那个仙人跳的人呢？找了吗？还没有。通知花姐，输送所有人，除了他啊，把那晃脖子也找着。还是跟我，其他人都得少一边。哎，兄弟，身份证我看一眼。你是谁呀？警察。哎，师傅，有没有见过一个晃脖子的男人？
大哥，这附近有没有瞅见过老晃着脖子的人？没看见，没印象。没印象。哟，挺舒适。叫井水不犯河水，知道什么意思吗？你直接说啥事儿吧。我刚刚来，不知道你们什么来路，但是无论南北方，各行各业都得要守规矩，啊，不能胡来。我小舅子吃不了苦，家里有钱，坐火车一定要坐卧铺，而且还得是下铺。一张下铺，你们要加价150，可是别人为什么是50呢？你们加价还分人吗？有这事儿吗？咱们行情都是统一的呀。你们谁坏规矩了？那不可能啊！一男的，身高1.7米几，穿深色衣服，脑袋老晃悠，学学。你们要看着他，跟我打声招呼。为啥呀？倒票就倒票，他还偷东西。干什么？哎呀，这买卖，有买的就有卖的，而且基本上我们这个都有人介绍。我也不知道他那个青铜器是从哪儿来的，我就是一二道贩子。说白了，他拿回来那点东西是不是赃物，我不是公安，我管不了，我也判断不了。当然，这种东西见不得人，也登不了台面，所以才会半夜交易。两个人怎么认识的？我不认识他，我不说了吗？这中间都有人介绍的，这一传二传四，传到我这儿，指不定过多少人手了呢。他长什么样你记得吗？哎，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那天也不是巧了，还是有心啊。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站那位置黑乎乎的，而且广场上那个路灯还反光，我还真没细看清他的脸。就是那光影之下，他胸大吗？哦，我贪财不好色，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说正经的，别嬉皮笑脸的。他卖你买，是不是？钱怎么过手？这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从来不问呢？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我只认东西，不认人。这么说吧，他即便是皇帝还是要饭的，没人。当时警察过来问的时候，那两个老外很肯定，他说他们东西就在那儿丢的。那个女的好像还说，她感觉到有人拽她钱包了，就在那儿。因为现场人特别多，也特别乱，有个病人还在哮喘，所有人都在看那个病人，没人注意那两个老外。那个病人除了哮喘以外，有别的什么症状吗？他就是喘不上来气儿，躺在那儿，看着挺吓人的。有鸟飞过吗？鸽子什么的？哎，好像还真有。我也说，怎么我天天在这卖地图，怎么平时没见着有鸟，今天还这么多，而且是白色的。那就是有人故意而为之。谢谢。领导，那个哮喘病人是哪个医生救的呀？站务员给我打的电话，说有个急性发作的病人，我下去的时候已经有哮鸣音了，呼气性呼吸困难，还有胸闷跟咳嗽，但不是心衰，也没有慢阻，有既往的过敏史，是典型的哮喘。用了药之后呢，稳定了，让人送到铁路医院。我听说那人是个外国人救起来的。对，这个外国人只会简单的急救，但是对哮喘没有办法，只能用药。
有人能帮帮忙吗？小亚，怎么了？好，我看看，有人能帮帮忙吗？Hey, hey. Wait, are you okay? I think he have an asthma. You have any medicine? He don't have any medicine. Call the ambulance right now. Okay. Fast. Gonna be alright. Please go away from here. You're gonna be alright. Yeah, try to breathe slowly. Gonna be alright. 钱包就是那个守护天。广场围观的人特别多吧？当时人特别多，我也是挤进去的。喂，好。只要不是扣我工资，都可以说。阿志在铁路医院那边说，病人确实是哮喘。行，那你去查查，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哮喘，粉尘还是味道？好。哎呦，人卫校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儿啊？除了实习一直在这儿。我说句实话，我要是你们领导，我不会把你安排在这儿，至少安排在市医院。屈才了。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要问吗？跟案情有关的？跟爱情有关的我没有。跟案情？啊，对不起。我说句实话啊，谁也不愿意在广场来来去溜达，还得调查案子，都是领导逼的。等我想起来有什么细节要问你的，我就再来，你别嫌我烦啊。黑了，哎呦，我去，你是吃了什么药吗？站起来。面朝我，看着我，双手平举，平视我。平视你。照一下眼睛啊。放下吧。一过性眩晕，公费免费开药不能乱吃，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和忘了不吃一样麻烦。我就说屈才了吧，你看你，善于观察细节，总结细节，了不起。马虎大夫我见多了，你不一样，记忆力好，敏感，你这样的人啊，就不该当大夫。你什么意思？我师傅说，这世界上有种人，无论做哪一行都能做得特别好。你就是这样，360行，行行都能做成人上人。无论是当警察，还是贼。哼，开个玩笑。行吧，等下次我想到能把你逗笑的笑话，我就再来。走了。医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太累了还是怎么了，就是胸口这老发闷，我怕哮喘犯了，就来看看。是什么导致你哮喘？以前我也不清楚，我还以为只是花粉过敏，但是后来一次比一次严重。我到医院检查过才知道，我对很多东西过敏，比如说羽毛啊。喂，我需要点东西。
知道了，什么时候要？要看一下吧。怎么了？什么？难受。帮帮忙 ！Are you okay? You have any medicine? Call the ambulance right now. Okay. Guys, hey, please be away from him. Let him. 同志，我报警。他是说我客人，他们说你们这里接警，所以我就来了。你丢什么了？我什么都没丢，但是这个事情我要好好跟你说话的啊！别慌，别慌，别慌。礼堂接待人，有人报警吗？马上！来了。哎，我跟你说啊，我在这边还有点事情，要晚点回客。哎呀，巧合多吗？具体说说。人呐，快1年了，基本每隔1到2个月，他就会来一次进货。金条居多，也有加工过的首饰，往返武汉。所以他对这个候车的时间啊非常敏感，每次都卡着时间点到。今天奇怪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一到这个车站过安检的时候，这东西准备要过履带，就有人踩他脚。有病那边！别推啊！啊！接着他去候车室的路上，有个人就拿着泡面从他身边经过，一撒，把他的鞋裤子全撒了。你别给我撒！我还专门问过他，他说那桶泡面里边热气都没有，一点都不烫。我觉得大概率就是提前泡好的，还挺有良心。然后他去厕所呢，就去擦他的鞋和裤子，因为他不敢把包放旁边，一边洗一边用腿夹紧。又往候车室走的时候，又有几个小红帽拉扯他，说非说是他叫的服务，但他没有。哎，你们干什么呀？就是你！我怎么了？黑吧，黑衣服，没错，就是你！不是我没有加装。走，我可报警。得手的机会至少3次以上，但2次都没把握住。偏偏碰上这哥们儿还轴，跟小红帽吵完了以后，如果上了车，他们还会有机会。现在没了。他后边的票买了吗？买了。今天最后一班回武汉的车，3小时以后。你觉得是那伙人吗？盯紧了吧，他们还会再动手的。赌一样，一顿海鲜火锅。别赌了，我请我师傅吃顿饭呗。师傅就算了，我哪天走都不知道呢。但这顿饭可以吃啊。不管他现在人在哪儿，肯定会提前半个小时到达候车大厅。无论想法怎么变，但是最终的位置不会变。检票口，不行楼梯，再到站台，还跟从前一样，互相不要有交集，自己干自己的事儿。这次最关键的是时间，不能提前，也不能延后，差一点就会出问题。
这些表，现在是9点20整，别午睡了，都打起精神来。哎，我呢？我干什么？不着急，等到了火车站就知道了。再上车。哎，你这怎么回事啊？这看他没烂头嘞，我一点收入都没得，我现在人到底搞么事啊？等一下，哎，你先把包包放到高头噻，先等会儿知道吧？去哪儿去？好，那这样子啊，你先搞，搞完我再来。啊。谁的包了？这味道叫不好。人呢？不见了。你留着，别问花姐的意思啊。
有一个戴着黑色毛线帽、身穿军绿外套、背着一个蓝色斜挎包的男的，他有问题。他往这边走了。这样，你们2个守死这儿，李唐，你们守住出口，其他人跟我走。哎，兄弟，我跟你说啊，货啊就在我边上，蛮安全的。哎，我跟你说一个事情，这里的警察一点用都没得。我报了警啊，他们不想在网上处理。你看这鬼不鬼？散，只要货安全了，什么都安全了。今天晚上你在车站的出站口等我，听到没有的？怎么样，你们那边？啊？喂，站起来往前走。现在掉头，到你身后的小卖部，买包烟，要快。来包烟。哎，多少块钱？随便。多少钱？10块。再来个火鸡。马上去吸烟室，速度要快，跑起来。到了吸烟室，赶紧抽烟。接着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不停地抽。虽然对整个计划一无所知，他只需要遵照指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快点跑回去，快一点，走，一直走，再直走，停，在左边坐下。以前对什么药物有过敏史吗？没有啊。比如粉尘、花粉、动物毛之类的。7岁和11岁的时候哮喘过2次，现在都进不了厨房，闻到烟味还咳嗽，这算吧？
车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提前把挂音箱的螺丝拧松。为什么？你不用管。医生，头被砸了，让一下，来躺。快给怎么包一下？好，来你躺一下，王勇帮我拿一下我的工具车，慢点躺啊。哦，好。把腿往下一点。哦，好。好，你躺下，谢谢。我用双氧水给你消下毒啊。你把手拿开，我看一下伤口，我看看还流不流血。还在流血。怎么弄得这么惨？哎，先生，可能有点疼。这样吧。你不用紧张，我用纱布给你眼睛盖一下，要不然一会儿消毒会伤到眼睛。来，你把眼睛闭好。好。可能有点疼啊，你先忍一下。先生，你双手帮我个忙，来帮我扶下纱布。我怕它会掉。好。可以睁开眼睛。血脂中了，没问题。给你开的那2副药，按时吃就可以了。谢谢你啊。忍着点，手受伤了吗？没有。那我先走了，大夫。哎，好，擦一下吧，来，慢点起，慢点。好。有什么不舒服吗？头疼吗？头还有点疼。那给你弄2片止疼片。来，把药吃了。啊。最近不要戴帽子，不要碰水。要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医院查一下。把药吃了。伤得不轻啊，朋友，怎么弄的呀？好这市的大喇叭，也没个人修，我要告他们。怎么喇叭掉下来了？啊，那个喇叭是用膨胀螺丝打的，应该挺结实。松螺丝什么的也正常。伤口伤的不是很深，只是破了皮，不用担心。到了汶川再说吧，路上不流血就行。多少钱？40。你有什么事儿？哎，我开药。给自己开药。啊。想开什么药？我想拉肚子。拉肚子。拉肚子。你再去农夫家看看，这鱼班长要讲配对，单个的比一双要见很多钱。他家里面没有，你去问问他家亲戚啊，
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如果是祖上传下来的东西，谁知道他们分到哪家去了？你再去试试嘛！几个农民能懂什么？还不是凭你一张嘴说。老子头都被砸破了，还往彭川赶，不就是赶不上拍卖会啊？你这骗都白骗了，在这能换几个钱？我手机一直开着啊，等你消息。如果真的有另外一只的话，我就先不动了，就在彭川住着，等你过来啊。鹏哥，这李小莲除了去厕所就没离开过医务室。哎，你别着急，让我先想想。这个和别的不一样，要是能到手，我们都能退休。不要上车，回来。最近火车饭就不要再吃了。喂，我说话能听到吗？喂，这里信号好像不好，依我说。别睡了，看一下你的票。哎，好嘞，好嘞，谢谢。来看一下票。嗯，好。来看一下票。
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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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同志，沈阳同志，救命！有人要害我！怎么了？是怎么？是有问题，有人给我下药。同志，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你去休息啊。同志，到站了，醒醒了啊，该下车了啊。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要不要去医院？啊，没事，没事，差点还被算计了。欢迎欢迎！阿姨好，欢迎欢迎，请吃饭加饭上。走。就是那伙人干的，我也是故意砸的，是因为没机会下手，所以呢，才给那个古董贩子换了药。可以睁开眼睛了，血脂重了，帮您包扎一下就行。给你开的那2副药，按时吃就可以了。最近不要戴帽子，不要碰水。要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让沈显强去那个血外行看一眼，如果还关着门，10有8九就是他干的。另外还有那女大夫，我觉得其他人都是跑腿的。喂，在哪里啊？
又出去打了瓶水，我的箱子就在这儿。是属于我的，这里交给我吧。喂，人没找到，东西也丢了。哎，没事没事的啊，火车站就是这么乱的，啊，你人没事吧？没事。最重要人没事啊，那你先回家，咱们回家聊啊。辛苦了，方老板啊，啊。没事哎，谁？你偷我东西是吧？啊！松开！松开！干啥？松开！张嘴呀！张嘴呀！张嘴！你啊，说话！出来！来！怎么回事？出来！别打我！快！走，向那边跑！起来呀！没事吧？人没事吧？他们人呢？前面的，这边啊！你之前每次换位思考都在事后，这次得未雨绸缪了。你得提前猜出来他们的计划和安排。猜不出来，挺了解警察，了解贼上，你还差呀。我要这伙贼，明知道有公安在，我还要偷，那怎么办？拼了命怎么偷，在哪儿偷？火车上、站台、广场、马路，我们的人手够不够？铺不满，盯不紧，跟不住，怎么办？不试一下，我不是白来了吗？你可不是白来了吗？你找的不是贼，是你自己。你不仅丢了你媳妇儿，你还把你自己给丢了。可世界上很多东西就是找不回来。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让你过来是郊游的，不是让你过来泼冷水。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就滚。想想，这次再抓不到，你又要丢什么东西？脸、荣誉，他们也一样。修表的、看病的，他们都不是一般的贼。除了爱钱以外，他们还爱面子，爱荣誉。这次希望杯要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丢了，他们就不是了不起的贼。足球踢到决赛，要这次输了，这辈子可能都摸不到冠军奖杯了。他们是，我也是。你要又吃多了，老在这种虚假地方逃避，多吃几个药，能帮你破案吗？对表，现在是8点20。说吧。说。我找到住的地方，钥匙还你。听好了啊！每个组1把枪，没领枪的组去枪务室报备，签字领枪，听见了吧？花姐，我和鹏哥一组，枪我负责。好，去吧。我大概知道那会儿贼要怎么动手了。
迎着我们的目标。收表的来了，善良医生还没到。凉菜刚上，热菜还没起，他就在后厨等着呢。赌吗？家常加蛋。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好的，这边请。门坏了，走不了了。王队，我们的车在火车站专车通道出入口处遇到异常情况，无法正常驶出火车站，尽快原路返回，请就近派出应急车辆，在站前广场的出口处等待，加强戒备，谢谢。收到。红旗、大鹏，专车通道的电门有故障，护送车已经原路返回。让咱们算准了，盯好出站口吧。学生又到了。干嘛呀？这是？我有钱！我有钱！过来，我给你钱！我给你钱！过来呀！哎！大家别看热闹，站好自己的岗位，盯好自己该盯的人啊！我有钱啊！钱！王八蛋！王八蛋！张丹飞，历城白云贸易的老板，你欠了我几10万货款和运费，来的不晚，拖着我不见，你滚出来！大家快帮帮我！
找他出来欠我还钱啊！否则我就死在里头，死不瞑目！死不瞑目！赵丹飞，人流都被吸引过去围观，出站口可太冷清了，没有下手的机会。预防伤人伤己可能，谨记上报。谢谢。王八蛋！王八蛋！赵丹飞，里程碑贸易人老板。紧急播报！紧急播报！寻找一位携带针筒的男性旅客，请你在听到广播后，务必马上和身边的车站工作人员进行联系，否则承担法律责任，后负自负。请各位旅客不要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停车。请各位旅客不要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停车。走了，别看了。电话给警察了。师傅，维持秩序，把闹事者带走。好的，明白。弟兄们，带上咱们的红袖章。李队，警车已驶到站前广场出站口边上，你们出站就马上能上车。收到，王队，我们已经返回月台，现在走回出站口通道。洪七哥，护送蒋维的队伍马上就到达出站口了。收到。怎么还不来呀？听说他们有专用通道，估计走那儿了。走，看看。师傅，那边有情况，我去看看。你带人守护着奖杯。好像有人动刀了，我看一眼。别被分散注意力。
姐，那个奖杯已经安全的送上车了，但是修表的跟丢了，现在他们应该过去找你们吧？我现在也过来。头长。 注意安全！救护车开过来。那个女医生呢？他刚走几分钟。玉丽。是的。阿志，车队朝你那头来了，在前头带路，我们点好。哎，警车到了，准备。 你查他身份证、驾驶证。是。阿志，前面什么情况啊？好像不对劲儿，感觉不像意外。搞定了。